回顾，有一种算计叫杨幂与嘉行，分割才3个月，输赢已见分晓。内娱有嘉行，嘉行有杨幂。杨幂可以说是娱乐圈的常青树，出道近20年依然是顶流。在娱乐圈更新迭代快的大环境下，很多同期艺人早已没了姓名，销声匿迹，有的回归家庭，有的佛系摆烂，只有杨幂还奋斗在事业第一线，每年都会为观众交出作品，并带着旗下公司的艺人们刷脸熟。这种情况下，谁也没想到杨幂和她一手扶持起来的嘉行会有分道扬镳的一天。2023年5月8日，杨幂与嘉行传媒共同官宣双方解约。这个消息一出就登顶热搜，一个是高流量大热艺人，一个是知名度高的影视经纪公司。解约的原因不免让人遐想，二者究竟是和平解约还是另有纠纷呢？如今距离两者解约已经过去近2个月，再看看嘉行和杨幂各自的境况，谁输谁赢摆在眼前。此时才看懂杨幂下的一盘大棋。风雨共舟10几年，拼命三娘为他人做嫁衣。嘉行传媒影视经纪公司是在2007年成立的，大老板是杨幂的2个经纪人曾佳、赵若瑶。二人在嘉行传媒的股权占比分别为 45.56%、20.25%。杨幂在娱乐圈崭露头角的时候是和于正合作的，凭借《仙剑奇侠传3》和《宫锁心玉》跻身85花行列。杨幂的爆火跟经纪人也有很大的关系，他们3人认识多年，既是同事又是朋友。在杨幂事业上升期的时候，3人一拍即合，决定自己当老板，投资几百万注册了嘉行传媒。为了将嘉行传媒的名声打响，公司新签了很多艺人，较为出名的就是迪丽热巴、张云龙、高伟光、李希瑞、刘瑞麟等等。这也是嘉行传媒签约的第一批艺人。新人刚刚进公司的时候知名度太低，并不能为公司带来切实的利益，这个时候就需要杨幂来为他们铺路了。在那些年杨幂主演的影视剧都会看到同公司艺人的身影，比如电视剧《三生三世十里桃花》亲爱的翻译官，电影《怦然心动我是证人》等等。每一次走红毯的时候，杨幂也都会带着自己旗下的艺人共同出席。各大影视公司想要与杨幂合作，就必须将嘉行传媒的艺人一起打包，否则不予合作。杨幂在娱乐圈一直都有好人缘和多人脉，作为老板，杨幂是尽职尽责的。对于后辈，她不吝啬帮助，宁愿没有自己的镜头，也会为公司艺人争取曝光率。在杨幂手底下的艺人对她也都很感恩。在为嘉行传媒拼命的那些年，杨幂背后压力是难以想象的。杨幂在娱乐圈一直都有拼命三娘的称号，每一年她都能接拍好几部剧，各大晚会、各大红毯也都出现她的身影，各大杂志代言更是数不胜数。其实这都是有原因的。嘉行传媒最开始只是一个小公司，为了吸引大公司投资才有可能获得更好的发展，嘉行传媒就和上市影业签订了3亿的对赌协议。3年之后，如果嘉行传媒纯利润没有达到3亿，将赔付巨额违约金，嘉行传媒也将不复存在。为了完成对赌协议中的要求，杨幂疯狂接通告，不管是不是烂片，广告质量如何，是否影响后续发展，公司都没有考虑。只要钱给到位，杨幂都会参演，1年365天，其中360天基本都在工作。杨幂的口碑也就在那段时间崩塌的，她的通稿满天飞，各大营销号说她演技差，演戏都一个模式，亚戏、拍烂片，为了流量不惜代价，背离了演员的本质要求，只能算是个明星。那个时候很多人都不知道杨幂背后有那么大的压力。2015年嘉行传媒净利润 0.81亿，2016年净利润 1.27亿。
照这个趋势下去，2017年可能达不到3亿的要求。这个时候让人没想到的是，《三生三世十里桃花》大爆，继《仙剑奇侠传》系列后，仙侠剧又重回巅峰，火爆程度是现象级的，播放量、点击量、转载量都荣登当年的 Top 1。因为这一部剧，2017年嘉行传媒净利润达到了1.94亿，3年加起来比目标3亿高出1.04亿，超额完成也是意料之外的惊喜。翻身仗打的很漂亮，嘉行传媒也吸引了更多的投资，完成了多轮融资，成为娱乐圈炙手可热的经纪公司。各大院校毕业生纷纷挤破头想与嘉行传媒签约。三生三世十里桃花的爆火让旗下艺人也或多或少吃到了红利，至少都有效刷了一把脸，也能独当一面出演主演了。迪丽热巴、高伟光的 CP 有很多人磕，二人又合作《三生三世十里桃花》的续集《三生三世枕上书》，这部剧也取得了较好的收视率，盈利不少。这部剧也在迪丽热巴成为女顶流的路上奠定了基础。在大众的眼里，杨幂一直都是嘉行传媒的老板，所以才会那么拼命全年无休。直到一档节目的播出，杨幂在嘉行传媒的真正身份才被关注起来。参加节目的张云龙直接说杨幂并不是他的老板。张云龙作为嘉行传媒旗下的艺人，又和杨幂是多年好友，他的话还是让人信服的。杨幂这么多年的努力，难道都只是为他人做了嫁衣吗？事实确实如此。虽说是与经纪人一同创办的公司，都是老板，但因为最开始杨幂的投资额就最少，只是算作第3大股东，利益分成可不是按照知名度来划分的。公司完成对赌协议后，嘉行传媒的知名度打响，市场上自然会有很多人想要来分一杯羹。多轮公司与嘉行传媒进行融资，慢慢的杨幂的股权就被稀释了。想要做公司的老板是要靠股份说话的，杨幂股份不多，虽然在公司是头部艺人，话语权却并不高。在努力了那么多年之后，面对公司让其出演自制剧，杨幂还是不能拒绝，只能为公司奶新人。在面临个人转型的关键时期，杨幂不能接触到更优质的剧本导演，只能拍一些低成本网剧为公司为资本谋利。时至今日，杨幂都接触不到主流市场的剧本，也没有拿过正儿八经的奖项，这应该就是之前拍摄太多烂片的后果。为资本冲锋陷阵，最终却沦为资本的弃儿，杨幂的遭遇属实是令人唏嘘。在资本对弈中，杨幂在棋局中终究棋差一招。杨幂解约风波早有苗头，迪丽热巴凭借着多部影视剧，渐渐成为了嘉行传媒的扛把子艺人，风头最盛时流量甚至超过了杨幂。这个时候就频频传出杨幂要解约的消息，无论是公司发动态还是杨幂私人发动态，二者都互动的很少，这在以前是不常见的。娱乐圈的一点风吹草动都会引起轩然大波。传出解约的谣言，二者很默契的都没有进行回应。在之前他们的打假公关速度都是很快的，这次却选择沉默。这样的状态是默认了吗？一般在年终的时候，传媒公司是需要向营销号、各大媒体送自家艺人代言的礼盒的。早在2022年，业内人士就发现嘉行传媒所送的礼盒中并没有杨幂代言的产品，而杨幂是单独以个人工作室的名义送的礼盒，这么明显的变化让人装作不知道都难。2023年2月，杨幂应对媒体给予公众回应的落款和盖章都是上海杨幂影视文化工作室，不再是嘉行传媒。上海杨幂影视文化工作室成立于2017年。属于杨幂的个人独资企业，不再以嘉行传媒旗下艺人的名义工作，早已代表杨幂独自出走了。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娱乐圈根本就不会有什么空穴来风。直到正式官宣解约的那一刻，
大家才恍然明白，所有的操作都是蓄谋已久。嘉行传媒，那是你杨幂离开后的生活。官宣解约后，大家都在为杨幂离开吸血鬼公司拍手叫好。毕竟作为公司元老级人物，为公司打拼多年，最后还是以打工人的身份离开，多少有些不体面。虽然表面和平，杨幂的粉丝对此却是十分不满的。但为了获得事业上更多的自主权，解约也是不得不做的选择。以杨幂在娱乐圈的地位，寻求到更好的公司绝对不是困难的事。只要个人愿意，各大公司的橄榄枝也会向杨幂招手。如今的杨幂钱赚的也够多了，没有新签公司，没有资本给她压力，拥有充分选择如何工作的权利，也可以短暂休息一下。解约后，有很多路人就偶遇杨幂各地游玩，再也不会有马不停蹄辗转于剧组的情况了。现在生活的属实惬意。她之所以离开公司会变得更加自由，就是因为在资本对弈的棋局上，她最大的筹码就是她自己，这一点谁也拿不走。嘉行传媒的境遇可比不上杨幂了。借着杨幂的名号打响的公司，在其离开后对其创伤可想而知。专家人士曾说到，公司的头部艺人一般是整个公司的灵魂，剩下的艺人加起来在知名度、影响力、商业价值上都比不起杨幂。杨幂的离开对嘉行传媒将会是很大的打击。确实，在官宣解约后，嘉行传媒的股份就有跌落的趋势。投资者也不会再对这个公司抱有很大期待。无论是从现在还是从长远来看，嘉行传媒的发展都不会太好。有人说，杨幂离开了，还有迪丽热巴坐镇。迪丽热巴如今作为嘉行传媒一姐，也能为公司带来巨大效益。可二人还是不同的。杨幂之前虽然股份少，可毕竟还是股东会，为了公司的利益委曲求全。迪丽热巴就纯属于打工人，你见过哪个打工人甘愿被公司吸血？以迪丽热巴的名气和地位，公司已经不能再勉强个人制约其发展。一旦撕破脸，迪丽热巴闹解约，也还是有其他公司愿意替其赔付违约金做接盘侠的。嘉行传媒不敢做得太过分。杨幂走后，迪丽热巴要跳槽的消息也传出多次。在我看来，就是其他公司想要签迪丽热巴做的预热。迪丽热巴在公司多年，解约日期指日可待。一旦选择不续约，对嘉行传媒又是一个不小的打击。嘉行传媒也只能打打感情牌，看能不能留住迪丽热巴。不过对于经纪公司来说，一枝独秀从来都不稳妥，百花齐放才具备抗风险能力。嘉行传媒之前就是太依赖杨幂了。杨幂曾经说过一句话：“那些杀不死我的，终将让我变强大。”无论杨幂遭受过什么样的不公和误会，展现在荧幕面前的永远都是她的笑脸。有人可以嘲讽她的演技，却没有人可以质疑她的努力。杨幂早就练就一颗强心脏，被骂了这么多年，也还是屹立不倒。不是所有人都有这个能力和心态的。杨幂与嘉行传媒合作数年，我想即使中间经历了一些矛盾和争吵，在官宣和平解约的那一刻，也应该都烟消云散了。用杨幂的话语来说，共有从前，各有未来，这其实是最好的结局。